高秉烛，他是一个活死人，冰冷无情。我只相信我的刀，但内心又柔软，又有创伤。身负一个血仇，除了复仇，对世界上其他所有东西都不感兴趣。主要他可能手都是抖的啊，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种兴奋。这次轩哥变化真的很大，很突破他以往的角色，更加的野性化，更加的凶猛。他长得一个文弱书生的脸，但是你要演一个野蛮人的时候，他这张脸是特别骗人的。他一直在找这个角色的一个状态，能够去更加全面性的展现出人物的特色。黄轩的眼睛里边很有戏，他能给演出特别残忍、特别狠毒，真的会让观众毛骨悚然。你说我要不要也有点那种笑意？可以，笑着啥？一如既往的对演戏非常执着，对自己也非常狠。有一场是需要到水里，我们实景拍摄的，是在一个污水潭。给我1分钟哈。啊，没问题。我想一想。而且又是冬天，很怕感冒。我们跟建议就直接就是接一下，从水里起来就可以了。可是黄轩老师拒绝了。从水里冒出来，寻找再扑腾上来，浑身那个泥滴着水，那个感觉是肯定跟你喷上水是完全不一样。因为那都是脏水。起来之后瞬间眼睛就红掉了。你先把眼睛滴一下，你眼睛都红了，别到时候发炎。没事。滴消炎眼药水。来，拍完这条我有一场去跟思月讲当年和兄弟经历的所有的事情，是当演员13年来里最具挑战的一次。轩哥尝试了大约有7种演法，自己的懊悔，自己的崩溃，自己压在心里的痛苦和无处释怀的悲伤，就是生拔最对。坐那儿真的你不知道该咋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难进入。我凭什么？哎呦！每一遍都不一样，去找那个最能够打动自己、最能够感动观众的那一下，那个情绪的爆发。他需要真的相信一些情绪是什么呢？他进去了，我觉得他也蛮能影响我的。最强的力量，我觉得是他的善良。他是一个内心有大爱的人。他虽然遭受了这些挫折，反而唤起了他更大的一个愿望，让所有不良心的人都能够跟神都的人一样平等，享有同样的权利，可以见到阳光。